黄豆不要只用来打豆浆或者拿来炒着吃了，试着把它用白醋来泡一泡，作用可真厉害，解决了很多朋友的大困扰。做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，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准备50克左右的黄豆放入碗中，我们需要清洗一下。当然了，清洗过程中建议加入一些面粉，然后将面粉和黄豆均匀的抓拌，这样清洗黄豆会相对干净一些。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作用，可以将黄豆上面的灰尘给吸附下来。当然，这样抓拌时间也并不需要太久，大约30秒钟左右即可。现在可以看见，基本上黄豆上面都沾染上了一些面粉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水开始淘洗。第一次水不需要加太多，没过黄豆1-2公分就可以。然后用你发财的手开始淘洗。这时候黄豆表面的面粉通过水的淘洗就会掉落下来，而掉落下来的同时，黄豆表面的灰尘也会同时掉落哟。可以看见淘洗一会儿，里面的水已经开始变得浑浊了。所以朋友们，以后家里面的黄豆，无论是打豆浆或者炒着吃，或者任何吃法，我们一定要将它清洗一下哦。最后将水给它倒掉，看一看倒出来的水是不是特别的浑浊呢？接下来再次加入水，将黄豆淘洗2到3次就可以了。通过这种方法洗出来的黄豆，它会相对比较干净哦。最后用漏勺把黄豆过滤出来，将里面的多余水分抖一抖，然后铺上一张纸巾，把黄豆慢慢的倒在纸巾上。因为黄豆它特别的圆，如果倒得快了，它会到处滚动。最后再次用手将这些黄豆给它扒散，尽量不要让黄豆叠加在一起，这样有助于我们控干黄豆的水分。当然，如果太阳大，我们可以在太阳底下来晾晒。当然，像这样用纸巾来擦拭掉黄豆表面的水分也是可以的。全部将黄豆给它扒散开以后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需要另一张纸巾盖起来，用手轻轻的这样按压拍打，通过这2张纸就可以把黄豆表面的水分给它擦拭干净。当然，只要黄豆处于不滴水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把纸巾揭开看一看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捏起一颗黄豆，上面已经没有滴水。最后把黄豆倒入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中，最后再找出你家里面的白醋。白醋它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调味品，当然它的用处其实也是比较多的。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白醋来泡黄豆，不知道平时这种做法你有没有试过呢？白醋也不需要倒入太多，直到淹没黄豆2到3公分左右就行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谢谢。接下来你也可以用筷子把黄豆搅拌，搅拌时间也不需要太久，大约20到3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最后用家里面的保鲜膜给它包起来，因为在密封状态下来浸泡，效果会更好哦。而包保鲜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将四周这样微微用力拉紧，
这样才能将保鲜膜包得更加的严实。平时在家里面用保鲜膜来包剩菜剩饭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定要给它包紧哦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包好之后，咱们将它浸泡3到7天左右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将保鲜膜撕开来看一看浸泡过后的黄豆，用勺子给它盛出来看一看。经过白醋的浸泡，每一粒黄豆都已经被泡得发胀，这就说明黄豆当中已经吸收到了足够的白醋。而这样泡出来的黄豆它特别的酸，我们可以盛出一勺放入杯子当中，再加入一点点的白醋，然后是一勺白糖，可以用来中和一下它们的酸味儿，然后用水进行冲泡。当然这里我们用温开水或者开水都是可以的，然后将里面的白糖搅拌至融化，咱们就可以喝了。喝起来口感酸酸甜甜的，当然里面的黄豆建议也把它吃掉哦。视频看到这里，有多少朋友知道了白醋泡黄豆的作用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哦。不要看这个制作方法以及吃法都非常的简单，可是作用却不可小觑，坚持吃你会有大大的发现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还不错，那么就给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